之前，美国多家媒体公开爆料，表示自己有相关人士的消息，印度在中印边境新增了5万士兵，并且加上边境原有的士兵，印军总数量就达到了20万。至此，印度陈兵边境20万，这也算是部署重兵了。要知道，几个月前，中印就商讨确认了双方撤军一事。如今，就这时，中国对印度还没有讨个说法，印度却再次挑衅。近日，印度空军公开声明，印度将会采购450架各种类型的战斗机，并部署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边境地区。这2个地区和中巴2国如此接近，要说印度没有想做些什么，也不可能有人会相信的。所以这回印度又打的是什么主意？上次没有被打痛，还想再被打一次？印度空军设备老旧是众所周知的事，毕竟坠机排行榜上，印度可算是名列前茅。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如果想要更新换代战机，也不应该是要把战机全部都派到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所以这回印度是想继续挑衅中巴。毕竟，就在几天前，巴基斯坦刚刚接手了来自中国集各种优秀性能于一身的 VT4主战坦克。印度想不开，脑补一下中巴联手打印，自然就开启了抢购模式。根据印度空军的声明，这次印度会采购36架阵风、114架国产多用途战机、100架先进中型各型战机，以及超过200架光辉战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还以为印度有多大的雄心壮志呢。采购的就这，最出名的也就是36架阵风，或许可能在巴铁那边逞一时英雄，却难以在中印边境数得上号。毕竟真要论起来，中国的歼20作为5代战机，实力可比阵风要高出一大截。说实话，印度这般兴师动众的要以一挑二，结果正面对战的安排却排到了14年后，因为这些战机真正采购完，至少要到2035年。而按照印度常年拖延的情况下，除了从国外购买的，其他能不能准时交付还犹未可知。更别说印度现在钱不够，疫情还没结束，就光是放了话出来，还真是挑衅了个寂寞。不过不单看印度，而是放眼全球的话，印度这番动作又意味着什么呢？和美国有关系吗？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印度如今和其去年的地位可不相符合，所以这次印度跳出来，难保不是在向美国展现自己，用针对中国来获得美国的投资。说不定之前边境陈兵20万的消息都是印度自己放出去的。在不看印巴恩怨的情况下，印度这段时间可是不断挑衅中国。前段时间，印度烈火 P 导弹以较高精准度完成试射任务，印度就叫嚣可以覆盖中国全境。对此，中国该提高警惕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印度就会再次和美国勾搭上了。美国联合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围堵，想来也不需多说，大多数人都是心知肚明。而且有一点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美国经常会在中国的各种大型节日的时候对华出招，可谓是心黑到一定程度了。而最近也没有少了美国的身影。据观察者网消息，在欧洲当地的6月30号，一个人口不足300万的欧洲小国立陶宛再次宣战中国，其外长公开宣布，该国决定要在台岛等东南亚地区成立代表处。这是立陶宛这个国家在寄给台岛捐献疫苗之后，再一次针对中国的蹦跶。虽然之后还对此狡辩是为了不受制于中国，但是插手台海就是插手台海，既然坐下了就别狡辩。说实话，作为欧洲的一个小国家，立陶宛在国际社会上公开针对中国出手，这不仅是勇气可嘉，同样也必然是有人在背后给予支持。而支持的人除了反华魁首拜登，想来也没有谁有这个魄力了。而且立陶宛这个时间节点上公开伸手台海，也确实很有美国的风格。更何况细数立陶宛的历史，从否定苏联到加入北约和欧盟，这就已经造成了立陶宛会站在西方国家那一方。在这个基础上，立陶宛在去年还换上了一任亲美的执政联盟后，立陶宛就退出了中国和东欧国家跨区域合作机制的17+1。可以说，光是这几点就已经能够清楚地看见立陶宛这个国家所站的立场了。所以，美国这次只是小弟出手，已经传达了非常不容乐观的信号。毕竟，小国家就算站了边，但也很难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按照美国一贯的伎俩，以此建立和台岛秘密沟通渠道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可能。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都不可能会有什么好计划的。那么，这次立陶宛事件也正好提醒了中国，台海再不收回来，必然会有不可掌控的事情发生。说得更严重一点，很可能就是美国的开火信息即将明朗，台海必然有异常动乱。不过没想到，这却给岛内敲响了丧钟，因为解放军从来都是令人安心的存在，不管是不是看明白了美国这次传达的信息，当时就在7月2号当天便立即出动了军机巡航台海。而这次巡航台海，在中国台湾网中还使用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这样的句子。
也就是说，解放军直接反手就是一记警告：台湾是中国的，解放军从来没有放弃使用武力的权利，只要有异动，解放军必将出手。这不仅是对岛内的警告，同样是对立陶宛、对美国、对这些在台海肆意伸手的所有国家和个人的警告。只要中国大刀还能拿得动，那么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近期，美国看到自己的霸权受到威胁之后，就开始肆意干扰中国。不论中国怎么警告，美国似乎都装作听不到。近日，美国媒体又开始大肆渲染中国带来的威胁，认为中国的核武器的迅速发展破坏了稳定的竞争秩序。其实，以美国核弹头的数量相比，中国的核武器真不算多。但是，美国现在上演这样一出戏，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据俄塔社相关消息报道，近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一项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在核武器上的增长数量让人感到担忧，应该遵循稳定的军备竞赛，要求中国展开务实合作。而在这场发布前夕，美国媒体就已经报道了所谓的中国在新建核弹发射井的事情，还称美国卫星拍摄到的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西北地区新建了119个核弹发射井。其实这样的数据大概率是美国媒体为了炒作中国威胁才发出的信息，因为一次性建造这么多核资源并不符合规律。那美国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大肆的渲染中国的核武器呢？是因为他们怕了吗？从两国的核弹数量相比，我国的核弹头数量目前只有350个左右，而美国已经达到了5500枚左右。所以说他们并不是对我们的核武器产生了恐惧，原因可以从2点分析。首先，美国为了能够遏制中国的发展，近期是想尽了所有办法。这次大肆渲染中国在建造核弹发射井也是美国的一个招数，因为他们想让国际社会都知道中国在快速发展核武器，从而扩大中国威胁论，让世界各国都认为中国如此之快的发展核武器肯定会对他们带来威胁。其次，美国媒体以及美国国务院的表态是为了给中国施加压力，肆意的扩大威胁论，然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逼迫中国向世界做出解释，对自己的计划进行表态。但是中国才没有像美国想的那么简单，我们并不用理会美国的这种卑鄙行为，核实力才是展现一个国家强大的硬道理。正如我国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所说，核武器数量才是安全的边际，我们发展多少核数量，应该怎样发展是我们自己的事，还轮不到美国人指手画脚。我们应该加大核威慑力，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权利。美国如果想操心的话，就应该把核弹头数量减到和我们国家一样，再来跟我们谈务实合作。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许多国家都眼馋着。为了得到入常的支持，这些国家也做出了许多努力。德国作为入常的积极分子，在最近就和英国签署了联合声明。英国在声明中表示，将会全面支持德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据悉，该声明由2国外长共同签署。在文件中，英德2国还表示，将会加强在外交和安全政策等方面的合作，并强调北约依然是欧洲安全和集体防御的基础。伦敦和柏林还同意在裁军和军备控制上一起努力。德国入常的心态确实是非常急切了，只是德国入常这件事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拉到英国的支持恐怕也就是心理作用大于实际意义。首先，我们来看看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都属于2战的战胜国，为了战争胜利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这样他们才有了战后的主导权和重建国际秩序的权利。与此相反，德国是2战的发起国，也是战败国，纳粹德国给世界人民带来的伤害可谓是罄竹难书，让德国入常，即使英国同意，其他国家也恐难答应。德国的黑历史太可怕，别说几十年，即使再过100年也难以忘记。再来就是常任理事国经济上实力虽然有差别，但在军事安全上是独立自主的，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德国到现在还要靠美国的驻军来保护自己，军费支出还要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各种武器装备上也是乏善可陈，在国际社会基本没有什么存在感。当然，除了上述2点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法国的不赞成。德国在之前也曾试图寻求法国的支持，但都没有得到回应。欧盟国家里已经有了一个法国常任理事国，如果德国再进去，那法国有一定可能会被要求退出。此前，德国有官员提议法国放弃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将其席位变成欧盟席位，就遭到了法国方面的谴责。毕竟大家有不如我自己有，变成欧盟席位，法国就没办法更多的照顾到自己的利益了。法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席位，一票否决权肯定是会用起来的。英国也不愧是战略高手，这一招以退为进的离间计玩得实在巧妙。
自英国脱欧后，英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尤其是德法。英方表态全面支持德国入常，除了能向德国卖个好，和德国改善关系外，还能挑拨德法关系。法国支持德国入常会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不支持德法之间的嫌隙会加深。反正英国不用做恶人，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倒是挑得德法两国不安生了。